嗨，大家好，我是 Liv。今天是欧洲旅行的第12天，我们现在已经在荷兰的阿姆斯特丹。上次来这里已经是10年前了，来过一次就很想再回来看看。我们下午3点多从布鲁塞尔搭车，现在已经快6点了。今天就先简单在运河区逛逛，等天黑再去传说中的红灯区。我还记得第一次来阿姆斯特丹的时候，真的被这个城市特有的慵懒感所震惊，超级开心可以再回来一次这里。其实我们现在在的街道就是红灯区的范围，在白天的时候还可以稍微拍一下，等到夜晚开始营业的时间就要遵守当地的规则，禁止拍摄咯。现在我们来到了红灯区的正中心，这里有一座城市中最古老的建筑——老教堂。它建于13世纪初，现在已经有700多年的历史了。在那个时候，这里还是中世纪的小镇，这座教堂就已经在这里了。大家能想象，教堂的外面是霓虹灯和酒吧，里面却是庄严的钟声。走进来的时候，真的是有一种说不出来的违和感。这座教堂最特别的地方，就是地上铺满了3000多块的墓碑。这些墓碑都是曾经为这座城市努力过的水手、商人与市民，就像是把阿姆斯特丹的历史凝聚于此。走出来教堂的时候，看到一位小女孩正在表演小提琴，真的觉得他们的教育好棒，很鼓励小孩展现自己。对了，教堂的外面还有一个隐藏的地上艺术品，据说它有一天就突然出现在这里。离开了红灯区，我们往人潮少一点的地方走过去。走在阿姆斯特丹，真的觉得脚踏车比人还要多。如果想念中餐的话，也不用担心，这里有蛮多的亚洲料理。荷兰的食物和比利时基本上大同小异，都是热量爆表的食物。街道上还有很多合法的蘑菇店。听说这间的炸薯条很好吃，但是我们已经吃薯条吃到怕了。后来我们晚上有去红灯区，真的是大开眼界。不过因为实在是太重口味了，所以只绕了一圈就走了。建议大家一定要心智成熟再去。早安，今天是阿姆斯特丹的第2天，我们现在从饭店搭公车前往市中心。刚刚我们已经在中央车站买了48小时的城市卡。
今天的第一个行程就是要来搭观光船游运河。阿姆斯特丹的城市卡有包含1次的运河游船，在这里有很多间不同的船公司可以选择。我们搭的这一间航程大约是1个小时，来阿姆斯特丹一定要搭船游运河，可以好好的欣赏两岸排列着典型的狭长运河屋。因为这里的土地面积很珍贵，加上当时是按照房子门口的宽度收税的，所以大家才把房子盖得又高又瘦的，真的是很特殊的城市景观。这些运河在17世纪黄金时代的时候规划而成，被誉为北方的威尼斯。整个阿姆斯特丹大约有165条的运河，还有1200座的桥梁。可以看到，几乎每一户人家的门口都停着一艘小船。这里每一条运河都有属于自己的故事与特色。坐在船上听着解说，看着风景，真的是认识阿姆斯特丹最棒的方式。现在我们要去吃这里很有名的点心。在路上会看到很多这间连锁店，里面卖着一个一个的小吃，有汉堡啊、炸肉排，每一个的价格大约在2到4欧之间。我觉得是很好补充能量的特色小吃，而且以阿姆斯特丹的价位真的很划算。我们现在在巷子里面发现了一间超级可爱的cheese店，一起进去看看吧。在荷兰真的有超级多的cheese店可以逛，像这一间 Henry Willy 很适合对cheese有兴趣的游客。他们在阿姆斯特丹有好几间分店，而且每一间都超级好拍照。很重要的是，在现场可以试吃到好几种不同风味的cheese，根本就是cheese乐园。种类真的会多到眼花缭乱，而且这里还有很多不同的送礼组合可以让你带回家。每一种组合看了都好心动，唯一的缺点就是重量都蛮重的。我们这一次在安排行程的时候，发现在阿姆斯特丹大大小小的博物馆居然将近有90间。这里是今天的第一间博物馆。Body Words 主要展出的是经过塑化技术保存的真实人体标本，可以清楚地观察到人体的骨骼、肌肉、神经与血管，借由不同姿势的标本了解到身体是如何协调运作的。这间博物馆的创办人是一位解剖学的医学教授，希望能够透过展览让公众更加了解人体的构造、健康与生活习惯对身体的影响。但也由于展览都是使用真实的人体，因此引发很多的争议。不过大家不用担心，这些人体标本都是透过自愿捐赠合法展出的。真的觉得人类是世界上最精密的仪器。旁边还有很多生活习惯的相关影片，看了真的觉得坐姿对身体健康很重要。这里应该是我目前参观过最刺激的博物馆了，有一种想看又不敢看的感觉。听说阿姆斯特丹一年会下200多天的雨，印象中上一次是冬天来，真的是冷到发抖。虽然这里被称为北方的威尼斯，但其实跟威尼斯是完全不一样的氛围。住在这里，感觉开船和骑脚踏车都是必备技能。现在我们要散步去今天的第2个博物馆。我们现在进入到一栋17世纪的老房子，
这里曾经是荷兰画家林布兰的故居。这栋房子保留了当年的家居风格，展示了17世纪荷兰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。在这里，只有少部分是林布兰的作品。这栋博物馆主要是呈现他当时的生活与工作环境。据说他很喜欢在这里观察外面的街景。林布兰被誉为光影大师，他最厉害的地方就是用强烈的光影对比，把人物的情感表现得非常的真实立体。现在我们来到了他的工作室，隔壁的房间展示的都是他的收藏品，感觉得出来他也是很爱乱卖东西。应该是一拿到作品的钱就马上跑去买这些宝贝回家。上面挂着各种动物的标本。这里是他用来教画画的工作室，环境看起来好舒服。另外分享给大家，如果有时间的话，也可以来体验林布兰的沉浸式剧场。这里是25分钟的5D 小剧场，结合了动画、音乐、场景，甚至是气味，让人仿佛置身17世纪林布兰的世界。而且有很多种语言可以选择，也很适合小朋友来观赏。我1606年出生的地方。我父亲希望我像他一样成为一名磨坊主，但我更擅长绘画。我先是拜师亚特波范斯瓦南伯格。参观完博物馆走出来，碰到旁边刚好有户外市集。最喜欢逛欧洲路边的市集，常常会有惊喜的发现。其实，在阿姆斯特丹也不用特别安排什么行程，就这样子沿着运河到处逛也很舒服。真的随便走都是风景。但是大家要小心，路上真的很多脚踏车，而且速度都还蛮快的。如果不小心走在脚踏车的专用道上，还会被骂。来这里就是每天在路上观察各种造型的脚踏车。现在我们要走去另外一间现代美术馆。现在我们来到了蒙口美术馆，这里主要展出的都是现代艺术作品，像是大家熟悉的 Banksy 涂鸦、Andy Warhol 的波普艺术，还有草间弥生，甚至是达利的作品。因为场地不大，可以很快速的打卡当代艺术大师的知名创作。旁边就是梵谷美术馆和国家博物馆，如果有买通票的话，可以顺便过来这里逛逛。现在是晚上6点，我们终于要进去梵谷美术馆了。
这里收藏了全世界最多的梵谷作品。梵谷的绘画生涯只有10年，但却创作了将近2100幅的画作。在这里可以见到他早期暗色系的画作。他后来搬到巴黎，接触到印象派，色彩逐渐的明亮了起来。因为他的财务拮据，所以只能用自己当做模特儿。在这里保留了梵谷早期大量的画作，可能和大家印象中是完全不同的风格。看了这些静物画和风景画，才惊觉原来他早期也是蛮正常的。我觉得这里的动线设计规划得很棒，每一个楼层都是不同时期的作品，让参观者一步一步地踏入梵谷的内心世界。近看他的作品，真的可以感受到满满的生命力，真的很推荐大家来阿姆斯特丹一定要来参观。梵谷的作品真的是让人想要一看再看。另外也很推荐大家可以看一部电影《梵谷星夜之谜》，它是全球首部全手绘油画动画长片，整部电影仿佛就是活在梵谷的画里，是一个极度视觉化浪漫的体验，推荐给大家。大家早安，今天是阿姆斯特丹的第3天。我们一早就搭路面电车来国家博物馆。一走进荷兰国家博物馆，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这个挑高的中庭。墙面保留了19世纪的红砖元素，搭配现代感的白色墙壁。上面的玻璃屋顶有阳光洒进来，整个空间变得明亮又开阔。这里的艺术品是按着年份分布在不同的楼层。我们先来3楼，这里重现了当年荷兰黄金时代的远洋帆船。台湾被荷兰殖民的时间大约是1624年到1662年，透过这些画作和模型，能够感受到当时荷兰在海上掌握霸权的黄金时期。在这里还可以看到17世纪的古老地球仪，在那个时候，地球仪不只是航海工具，更是一种知识与权力的象征。看看我发现了哪里？仔细看的话，会发现上面写着福尔摩沙。接着走下来2楼，就会来到博物馆的核心——荣耀长廊。在这里展示着荷兰黄金时代大师们的作品。现在眼前的就是镇馆之宝林布兰的《夜巡》。我们刚好碰上作品在修复的时期。其中我最想看的就是维梅尔的倒牛奶的女仆，能够近距离地感受到维梅尔的蓝与维梅尔的黄。穿过长廊来到中庭，会看到巨大的彩绘玻璃窗。有趣的是，这些并不是宗教题材，而是专门为美术馆设计的。他们描绘的是荷兰艺术史与历史上的代表人物，像是画家林布兰、科学家与作家们。
仿佛就是一个用玻璃拼贴的名人堂。另外，在2楼不可以错过的就是图书馆，它是荷兰现存最古老、最大的艺术史图书馆之一。这里主要是提供给研究人员使用的，一般的参观者不能自由取书，但有开放拍照的空间。在国家博物馆一样有展出梵谷的画作。参观完荷兰国家博物馆，你会发现这里不只是收藏画作的地方，而是一个把荷兰700年历史浓缩在建筑里的时光机。从1楼的中世纪雕塑和工艺品，到2楼黄金时代的油画，再到3楼17世纪的艺术与精致传模，每一层都有不同的惊喜。可以感受到荷兰从海上霸权到艺术黄金时代的荣光。现在我们回到了中央车站，准备去体验一个5D 飞行剧场 This is Holland。 从车站去对面最快的交通方式是搭渡轮。我们在船上找不到付钱的地方，后来才发现原来这一段是可以免费搭乘的，而且不到10分钟就会到，实在是太方便了。如果开车的话，要绕一圈半小时才能到。旁边的人都是骑着脚踏车上来。在阿姆斯特丹，果然骑着脚踏车会比开车快很多。这里主要是结合虚拟实境与动态座椅的5D 飞行剧场。一开始会透过影片介绍荷兰的历史、地理和文化。最后乘坐飞行器飞越荷兰，可以感受到风、雾与花的香气，就像真实飞行在荷兰的上空。结束后，我们搭上渡轮回到中央车站，接着我们搭巴士前往近郊。我们现在已经到了风车村喽。看看这风景，简直就是走在油画里面。在这里保留了10座18、19世纪的风车。更早的时候，这一区曾经超过600座的风车。据说画家莫内曾经在1871年左右在这里居住过。因此有很多幅风车村的画作。这里还有很多超级可爱的动物，它们都是不同颜色的小小山羊。
现在进来的这一座名字是小猫风车，它主要是颜料模仿，把矿石、木材或其他天然原料磨成粉制成颜料。从风车2楼的阳台走出去，就可以俯瞰整个赞河的景色。因为荷兰的国土大部分都是低于海平面，荷兰人早在几百年前就靠风车把湖泊和沼泽抽干，换来珍贵的农田。这些抽水风车成为了抵抗大海的第一道防线。随着时代的进步，风车也演变成工业上不可或缺的动力。虽然这里是荷兰政府后期规划的风车村，但真的能感受到田园的美好风景。现在我们也差不多要往回走了，看看他们居然还会自己排队回家。另外要推荐大家一定要吃的双麒麟。这里一共有2家有卖冰。记得一定要买这一间就是 Cheese 专卖店 Henry William 的冰。先生说这个是他这一辈子吃过最好吃的牛奶冰。吃完冰就可以进来参观 Cheese 的制作过程。这里当然也有各种 Cheese 的试吃。旁边则是另外一间木器工坊。门口有很多可以拍照的装饰品，里面展示着各种材质的木屐，放在家里也是很棒的装饰品。